大家好，我是4213。随着巫妖王之怒怀旧服的开启，相信已经有不少玩家登上了诺森德大陆。正好我们编年史的剧情也推进到阿尔萨斯王子来到诺森德，追寻恐惧魔王马尔加尼斯的踪迹。在上期我们了解了因天灾瘟疫在罗丹伦全面爆发而引发的一系列战事，其中还包含了魔兽史上的最大难题进化斯坦索姆事件。在这场事件末尾，阿尔萨斯率领部队渡海，前往了诺森德大陆。我们本期的故事就要接着从这里说起。黑暗之门开启后20年，在前往诺森德大陆的途中，经历了斯坦索姆大屠杀后的阿尔萨斯，内心逐渐变得扭曲黑暗，神智也开始变得动摇。可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踏入了敌人为他精心准备的陷阱。在冰封王座之上，巫妖王远程监视着王子的一举一动。巫妖王知道，现在只差最后一步，就能让阿尔萨斯彻底成为他最强大的仆从。而这最后一步，就是让阿尔萨斯找到那把诅咒之刃双摘伤。因为那把符文剑有着吞噬灵魂的可怕能力，如果阿尔萨斯举起这把武器，那他就会被巫妖王的意志所控制。但是该如何让阿尔萨斯找到双摘伤，却成为了巫妖王苦苦思考的难题。因为很显然，这把剑不能由天灾军团引领王子找到。阿尔萨斯虽然很冲动，但他并不是二傻子，这样明显的引诱举动会令王子心生怀疑。正在巫妖王思考该如何是好时，他突然发现有一支矮人探险队正在诺森德旅行。这矮人嘛，向来就有探险和考古的爱好，他们这次原本是想来找一些古老的神器，其领队的矮人正是穆拉丁同居，而这穆拉丁正好是阿尔萨斯曾经的导师。巫妖王认为穆拉丁是一个完美的信使，于是便打算透过他来向阿尔萨斯传递双摘伤的消息。接下来在巫妖王的指示下，马尔加尼斯和其他恐惧魔王或操纵或渗透进矮人的队伍中，恶魔们在暗地里将关于双摘伤的传说以及符文剑所在地的信息传播到了矮人的营地中。而矮人们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们还以为是自己之前忽略了符文剑的线索，于是矮人们便将他们的目标定为了双摘伤，并开始向着符文剑的所在地进发了。与此同时，阿尔萨斯的部队也终于渡海来到了诺森德大陆，他们选择在豪风峡湾一处名为碧桥湾的地方登陆。这里插一句，在巫妖王之怒版本，联盟峡湾线玩家最初登陆的地方也是碧桥湾。当初阿尔萨斯是为了追击马尔加尼斯，而玩家则是为了讨伐巫妖王阿尔萨斯。这种巧妙的安排，冥冥之中增添了一些宿命感。在阿尔萨斯率军登陆后，为了能够更好的追击马尔加尼斯，他打算先在附近建立一处基地，以供士兵驻扎休息。而在天灾军团这头，他们之前在罗丹伦一直采取的是激进战略。可是当阿尔萨斯来到诺森德后，他们却处处躲着阿尔萨斯的部队，其目的就是要引诱阿尔萨斯深入诺森德。在一段时间过后，巫妖王派天灾军团攻击了矮人的营地，将穆拉丁同区赶到了距离阿尔萨斯驻地不太远的地方。与此同时，阿尔萨斯正率军探索附近的区域，他们先是遇到了一些冰霜巨魔和诸魔敌人。阿尔萨斯虽然在东部王国也见过冰霜巨魔，但眼下他并不知道，他在诺森德所遇到的这些敌人大部分都受到了巫妖王的控制。紧接着，阿尔萨斯在探索时偶然遇到了穆拉丁统区的探险队。当阿尔萨斯与王子重逢时，他们都以为这只是巧合，穆拉丁甚至以为王子是来专程营救他的。王子则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穆拉丁在这里。接着，穆拉丁将他们被天灾军团攻击的消息告诉了王子，而王子也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帮助穆拉丁。于是王子便率军帮矮人夺回了自己的营地，他们又共同进攻了天灾军团的基地。在荡平了这里的天灾军团后，阿尔萨斯询问穆拉丁为何会来到这里。穆拉丁告诉王子，在这片土地上那有关双之哀伤的传说，他们是来这里寻找这把符文剑的，只不过越是靠近那里，所遇到的亡灵敌人也就越多。双之哀伤的传说令王子兴致盎然，他认为这把神兵肯定会在与马尔加尼斯的战斗中起到重大作用。同时，马维恩队长在附近搜索了一番后，前来禀告王子仍然没有发现马尔加尼斯的下落。王子认为可以不用急于一时，以后总会找到他们的踪迹的，以此地搭建基地，步步为营的推进才更加稳妥。而如果能找到那把双摘伤的话，就更有胜算了。接着，王子带着军队一步步推进到了龙骨荒野的地带，似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这让王子心中渐渐燃起了希望。然而就在此时，泰瑞纳斯国王派出的特使乘飞艇来到了阿尔萨斯的营地中。由于阿尔萨斯此时有事外出了，所以王子的队长之一卢克瓦伦佛斯接待了特使。特使这次前来是专程奉国王号令召唤诺森德远征军返回洛丹伦的。原来在斯坦索姆事件结束后，乌瑟尔已经说服了泰瑞纳斯国王召回王子的远征军。
并且特使还说，从这里返回海岸的道路已经被亡灵控制了，所以他让队长另找一条通往海岸的道路，再登船返航。虽然士兵们忠于王子，但由于这是来自国王的命令，他们只能遵从命令，否则将意味着背叛。前面说过，因为道路被控制了，所以士兵们选开垦树林的方式前往海岸。等王子回到营地时，才发现士兵们都在忙着伐木。他连忙询问卢克队长是怎么回事，于是卢克把特使到来，还有国王召回全军的消息禀告了王子。在得知消息后，王子想到，如果战士们都乘船离他而去，那就永远都别想打败马尔加尼斯了。为此，他计划在士兵到达海岸之前，悄悄绕路赶到海岸边，烧毁所有的船只。这个计划就连穆拉丁都认为有些过分了，然而王子心意已决，穆拉丁也劝不住他。接下来，阿尔萨斯带着仅有的兵力来到了野外，他招募了一些中立雇佣兵来为他干活。凭借着这些雇佣兵，阿尔萨斯终于烧掉了所有的船只。当卢克队长带领士兵开垦完森林来到海岸边时，王子对自己的士兵谎称说是那些雇佣兵烧毁了他们的船。众将士听闻此言，愤怒不已，于是一起上前干掉了那些雇佣兵。由于现在船只被毁了，阿尔萨斯告诉众将士，他们现在已经无路可退，想要回家就只有打败马尔加尼斯。在这片土地上，他们将生死与共。顺带一提，这段剧情在乌鸦王之怒版本以闪回的形式出现在了龙骨荒野地区的任务真相会使我们解脱中，推荐大家可以去做一做这串任务。再说回剧情上来，阿尔萨斯的所作所为，就连穆拉丁同须也无法理解。穆拉丁斥责阿尔萨斯不仅对士兵们撒了谎，还出卖了那些雇佣兵，难道复仇就真的那么重要吗？阿尔萨斯怒吼道：“你不知道马尔加尼斯对我的家园做了什么，对那些无辜的人们做了什么。”就在穆拉丁准备继续说些什么的时候，马尔加尼斯率领天灾大军将王子的营地团团包围。恐惧魔王向王子发出挑衅，并告诉他：“你的旅程会在此终结。”面对重重包围的天灾大军，穆拉丁也犯了难。阿尔萨斯从来没有见过数量如此之多的亡灵，眼看再这么下去，他们就会全军覆没。王子认为此时唯一获胜的希望就是那把传说中的双摘伤。如果他真的有穆拉丁说的那么强大，那胜利的天平也许会倾向他们。虽然穆拉丁对于那把神器一直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但穆拉丁还是答应带领王子找到那把神器，和王子并肩作战到最后一刻。接下来，阿尔萨斯把营地的指挥权交给了队长，自己则与穆拉丁以及一小支部队去寻找双摘伤了。在经过一段艰苦的行军过后，阿尔萨斯等人来到了一个狭小的山洞前，他们在洞前遇到了一群守护在此的元素生物。元素守护者警告阿尔萨斯立刻退出此地，可阿尔萨斯以为这些家伙是在看守双摘伤，他没有听从元素守护者的劝告，并率军向对方发起了攻击。在元素守护者倒下时，他说自己不是在保护剑，而是在保护阿尔萨斯。那一瞬间，阿尔萨斯愣住了，但他很快就认定这只是一种骗人的把戏，自己绝不会因此就放弃双摘伤，放弃拯救他人命的机会。接着，阿尔萨斯与穆拉丁冲进了洞穴中，果然在洞穴中的正是他们寻觅已久的双摘伤。就在阿尔萨斯欣喜地准备动手取剑时，穆拉丁突然让阿尔萨斯别着急，因为在剑的基座上刻有一段铭文。穆拉丁认出这是来自古卡林姆多的元素语，铭文上的内容乃是一段警告，其内容是拿起这把剑的人将获得永恒的力量，就如同剑刃能斩断敌人的身体那样，这股能量也将损伤挥剑者的灵魂。看来穆拉丁之前的预感果然是正确的，这把剑被诅咒了。他劝阿尔萨斯赶紧离开这里。原来之前元素守护者和铭文都是艾泽拉斯的元素之灵想要阻止有人拿起这把武器。然而面对元素的警告和穆拉丁的忠告，阿尔萨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为了拯救家园，他甘愿承受任何诅咒。穆拉丁不断劝王子回头远离那把剑，但王子已经深陷泥潭，无法回头了。他认为远离那把剑就等于远离了希望，远离了胜利。王子不允许自己一次次的失败，这一次他一定要赢。为此，他对着双摘伤起誓，无论此地的魂灵是善良、邪恶，或者两者都不是，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他能帮助拯救自己的人民，自己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说完，他抛下了自己的战锤，圣光的复仇。然而在此地的没有其他魂灵，只有巫妖王奈奥祖在透过双摘伤聆听王子的呼唤。巫妖王感受到了王子的决心，于是他便引发了藏在剑中的能量，引发了剧烈的爆炸。能量瞬间击破了剑身所在的寒冰牢笼，锐利的碎冰块在洞穴中乱飞，其中一块击中了穆拉丁，把他击倒在地。阿尔萨斯本能的想要冲过去治疗他的导师兼老友，圣光就在他的手中涌动，只要他拥抱圣光就能治疗穆拉丁。但是就在转瞬之间，阿尔萨斯又突然被地上的双摘伤所吸引，
这一刻，阿萨斯思绪万千，在过去的许多关键时刻，圣光一次次的缺席了。这使他认为相信圣光是愚蠢的，只有双之哀伤的力量才能帮助他对抗恐惧魔王。从此刻起，阿萨斯永远的背弃了圣光，他选择转身拾起了双之哀伤，而非治愈他的朋友。当他举起双之哀伤的那一刻，恐怖的能量涌入了他的体内，将他的鲜血化作了冰霜，正义的灵魂也被邪恶吞噬了。并且他还从双之哀伤中听到有一个声音正在与自己对话。阿萨斯并不知道这个声音正是来自于巫妖王奈奥祖，而巫妖王也没有急于立刻将王子转化为自己的奴隶，因为他想要让王子相信命运还掌握在自己手中。现在阿萨斯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干掉恐惧魔王马尔加尼斯。接着阿萨斯离开了这个洞窟，虽然阿萨斯认为冰块杀死了穆拉丁，但事实并非如此，矮人只是重伤昏迷了过去。在阿萨斯走后不知过了多久，穆拉丁慢慢醒了过来，重伤导致他失去了记忆，精神也近乎崩溃了。他就这样在荒原游荡着，如果不是诺森德的双脉人发现了他也许真的就会因此死去。在双脉人的照料下，他逐渐恢复了身体，但是要让他的记忆恢复，还是要等待许多年的。当阿尔萨斯回到营地后，天灾军团正在攻击他的部队，双之哀伤中的地狱催促王子尽快试试这把利刃，而王子也很乐意这么做。双之哀伤的威力果然异常强大，王子很轻松的就干掉了来袭的敌人。看到王子和他的新武器如此强力，将士们纷纷开始欢呼，但没有人知道他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接下来阿瑟斯没有让他的部队进行休整，而是立刻率兵出击去干掉马尔加尼斯，因为双之哀伤的地狱告诉他，马尔加尼斯就混在亡灵之中。王子相信只要杀死了马尔加尼斯，就可以拯救洛德伦。在之后的战斗中，人类士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阿尔萨斯对这样的代价毫不在意。巫妖王不断催促王子前进，直到王子找到了马尔加尼斯。而巫妖王之所以会片刻不停地催促王子，是因为他想借王子之手清除掉燃烧军团派来自己身边监视他的最强大的那位恐惧魔王，这也将是他通往自由的第一步。而当马尔加尼斯见到王子后，恶魔夸赞了阿尔萨斯果然如黑暗之主说的一样，牺牲了自己的同伴，选择了双之哀伤。阿尔萨斯则说自己只听到了来自双之哀伤的声音。马尔加尼斯解释，那其实就是黑暗之主在通过这把剑与阿尔萨斯交谈，并且他还嘲弄般的询问阿尔萨斯，黑暗之主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剑中的低语再次响起，阿尔萨斯摆出进攻架势，说道：“他对我说，复仇的时候到了。”马尔加尼斯大惊：“什么？他不可能是要……”恶魔话音未落，阿尔萨斯就将双之哀伤插进了马尔加尼斯的身体。终于，王子消灭了他的敌人。在那之后，阿尔萨斯却没有感觉到一丝胜利的喜悦，他独自游走在诺森德的冰冷荒野中。在这一过程中，巫妖王通过双之哀伤剥夺了王子的最后一丝人性，但同时巫妖王也向他传授了掌控亡灵的黑暗力量。现在的阿尔萨斯皮肤变得如死人般苍白，头发也变成了白骨般的颜色，取代王子的是一个全新的存在——巫妖王的死亡骑士，并且阿尔萨斯还获得了一套全新的由萨隆血铁矿打造的新装备。这里我想突击考考大家还记不记得萨隆血铁是和哪位古神有联系？我在编年史第一卷的时候有讲过。再有就是在死亡骑士的新手任务中，也可以获得部分萨隆血铁装备，这些由萨隆血铁打造的装备可以说是死亡骑士的标准配置了。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巫妖王的死亡骑士与第二次大战中古尔丹制造的死亡骑士拥有着相同的名字和掌握着死灵魔法的共同点，然而它们的来源却完全不同。古尔丹的死亡骑士是将受人术士的灵魂注入到死亡的人类骑士的尸体中，而巫妖王的死亡骑士则是通过死灵魔法转化而成的。几天之后，当阿尔萨斯回到了营地，他用双之哀伤将他的追视者屠杀殆尽。这些死去的将士有的成为了天灾军团的低阶仆从，有些能力比较强的则被阿尔萨斯转化为了死亡骑士。这些人中就有一直追视着王子的法瑞克、马维恩等人。稍提一嘴，双之哀伤有着吞噬灵魂的能力，通常被双之哀伤杀死的人会有3种结局，一种是被转化为天灾军团的一员，另一种则是灵魂碎裂，有一部分灵魂被吸入了双之哀伤中，还有一种情况是灵魂既碎裂了，又被转化成了天灾军团的一员，就比如希尔瓦纳斯风行者。而那些被阿尔萨斯转化的死亡骑士也拥有了全新的作战技巧和转化他人的能力，就比如法瑞克杀死了年轻的士兵萨萨里安，让他也成为了效忠于阿尔萨斯的死亡骑士。这些呢都可以算作是阿尔萨斯的第一批死亡骑士。接着说回到剧情上来，此刻的王子没有在诺森德继续逗留，他将剩余的天灾军团聚集在自己身边，准备造船重返洛德伦。而与此同时，在冰封王座之上，
马尔加尼斯的死激怒了其他几位恐惧魔王，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惩罚巫妖王，因为巫妖王巧言令色，让恶魔们相信这只是一场意外，因为当时的阿尔萨斯还没有完全服从自己的控制，并且巫妖王保证阿尔萨斯今后都不会再与恐惧魔王为敌，这才平息了恶魔们的怒火。在阿尔萨斯和巫妖王看来，马尔加尼斯已经死去，但事实呢却并非如此，因为马尔加尼斯在双摘伤上动过手脚，这使得阿尔萨斯用双摘伤杀死恐惧魔王时，符文剑没有吸入恶魔的灵魂，只是毁灭了其肉体。马尔加尼斯的灵魂被送到了扭曲虚空，用不了多久呢，恐惧魔王将再次复活。一段时间过后，阿尔萨斯与他的天灾仆从登船返航了。与此同时，亡灵天灾也撤离了东威尔的地区。洛丹伦的居民们还搞不清楚具体情况，他们只当是敬爱的王子彻底瓦解了天灾军团，所以亡灵才会因此消失。而事实上是巫妖王下令让亡灵撤退的，其目的就是想要让人们认为是王子战胜了亡灵，好将他当作凯旋的英雄，欢迎他的回归。等阿尔萨斯返回洛丹伦后，他先是安排天灾部队暂时隐蔽起来，只挑选了几位死亡骑士陪同他一起前往洛丹伦都城。阿尔萨斯回归的消息传遍了洛丹伦，他的出现证明了人们那一厢情愿的猜想，王子已经将他们从天灾中解救了出来，因此许多市民都聚集到都城，准备欢迎阿尔萨斯。王子到来时，城里钟声齐鸣，群众将玫瑰花瓣洒向空中，满是欢乐祥和的气氛。但阿尔萨斯没有理会人群，他只是带着死亡骑士径直走向了王座厅。而在王座大厅，泰纳斯国王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儿子。接下来，阿尔萨斯推开了大门，紧随在他身后的是死亡骑士法瑞克和马维恩。王子径直走向大厅中央，泰瑞纳斯看到儿子凯旋，激动地站了起来。只见阿尔萨斯持剑单膝跪地，泰瑞纳斯冲着儿子说：“我的儿子，我就知道你会胜利的。”而接下来的这段对白，常常有人以为是阿尔萨斯在对泰瑞纳斯说的，但实际上是双摘伤在对阿尔萨斯说：“你不需要再为你的人民牺牲了，你也不需要承受这顶王冠的重量，我已经照顾好了一切。”话音结束后，阿尔萨斯站起身，露出了自己如白骨般的发肤，他抽出双摘伤，走向了他的父王。What is this? What are you doing, my son? Succeeding you, father. 王子用双摘伤杀死了他的父王，就这样，大孝子的名号将伴随阿尔萨斯的一生。在此之后，阿尔萨斯和他的死亡骑士来到了大街上，人们还不知道国王已经死了。这时，阿尔萨斯突然带领仆从攻击那些普通民众，随着民众一个个的倒下，隐藏在洛丹伦各地的天灾军团也再度现身，开始向所有生者发起了攻击。由天灾军团所引发的第3次大战也正式打响了。当联盟的其他国家得知了洛丹伦被天灾攻陷的消息后，谁都不敢相信这竟然是真的。尽管战争爆发得如此猝不及防，但洛丹伦联盟各国的人类士兵、达拉兰的法师、铁鲁堡和鹰桥山大人、努莫瑞根的侏儒都派兵前往了洛丹伦，就连已经与联盟断绝来往的奎尔斯拉斯也派出了高等精灵来与亡灵天灾战斗。但是在天灾军团的面前，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在巫妖王的指挥之下，每个亡灵都变得训练有素，目标清晰，所有作战单位各施所长，击溃了那些想要反抗他们的人。而其中力量最为强大的就是阿尔萨斯和他的死亡骑士。阿尔萨斯对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完全了解，再加上他对联盟的所有战术也都了如指掌，所以各方面联军并没有对天灾军团造成多大的打击。此后，阿尔萨斯还专程来到当初他埋葬艾玛无敌的墓前，他利用死灵魔法将无敌起死回生，成为了他的亡灵战马，再次成为了他的坐骑。尽管在洛丹人这片土地上还有少许联盟抵抗力量的存在，但是在阿尔萨斯看来，那些都只是负隅顽抗的残部罢了。因此，洛丹伦就彻底落入了天灾军团之手。那么到这里，我们本期的故事也该告一段落了。虽然我知道在座的观众朋友肯定还有许多疑问，比如联盟的其他成员国怎么样了，塞尔的部落在海上的航行状况如何，东部王国的居民该如何面对天灾军团等等一系列问题。但请相信我，这些答案都会在后面的节目中一一展开的。而接下来我会花一点时间来谈谈阿尔萨斯这个角色的塑造。众所周知，阿尔萨斯可以说是魔兽史乃至是整个游戏史上都排得上号的人物。虽说他是个悲情的反派英雄，但依然具有无法想象的人气，常年霸榜魔兽人气榜榜首的位置。不知道当年有多少玩家在玩过波3的人类战役后都会惊呼，伴随玩家一路成长的王子竟然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还毁掉了自己的家园。
虽然这种剧情放到现在来看已经称不上有多新奇了，但是在当年这个剧情无疑是震撼了每个沃3玩家，可谓是后劲十足。玩家除了感叹整体游戏剧情是如此与众不同之外，留下了最深刻印象的当然还是阿尔萨斯。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发现，阿尔萨斯在角色塑造方面简直可以说是亚瑟王的邪恶翻转版。大家看，时钟剑对应了双摘伤，巫妖王奈奥佐的角色定位对应了一直引导亚瑟的大法师梅林。阿尔萨斯和亚瑟王的命运也都是从拿剑后开始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亚瑟王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王朝，而阿尔萨斯则毁灭了人类最为强大的洛登人王国。所以我敢说，暴雪在塑造阿尔萨斯时绝对参考了亚瑟王的传说。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星球大战系列，因为经常有人把阿尔萨斯和安纳金天行者拿来做比较，因为这两人都属于是堕落英雄，这两位的经历可以说是高度相似了。鉴于星球大战在国外的火爆程度，我相信暴雪的主创人员在塑造阿尔萨斯时，应该也是受到了星战系列作品的影响吧。有关阿尔萨斯角色塑造上的灵感来源，其实还不只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当年暴雪在角色塑造上是参考了一些历史人物的，就比如同样破釜沉舟阻止部下回家的西班牙征服者爱尔兰克尔斯特。由此可见啊，当年暴雪对阿尔萨斯的角色塑造可以说是非常下功夫的。拿起双摘伤之前和之后根本就是两个人。当03年的那个时候，玩家亲自操纵阿尔萨斯，目睹了他的所有遭遇和改变后，没有人会不因此留下深刻印象的。尽管在当前的暗影国度版本中，阿尔萨斯只是作为了一缕新轮的存在，这可以说是一件让魔兽老粉都很怨念的事情。但我认为暴雪应该是不会轻易放弃阿尔萨斯这个有着琢磨量和人气度都拉满了的角色的，所以在以后的版本中，阿尔萨斯可能还会以其他的方式登场。比如大家发现在阿尔萨斯的家乡洛登伦还有王子的一缕残魂，又或者呢是以一些其他的方式来登场吧。而至于具体怎么操作呢，那还是得看暴雪的了。好了，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请一定要记得多多点赞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是413，那我们下期再见。